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习小厨。去年呢，我种过一批山药，但是由于种的太晚了，大概晚了2个多月吧，所以到季节收获的时候呢，只收的很小的2个，然后大概1扎多长。今年呢，我是按季节种的，那么现在呢，到了秋季，山药的叶子呢已经开始枯黄了，所以到了收获的时候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先来挖一挖这个山药，看看今年我们收获了多少。挖完了山药呢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种的。这是我种山药的山药菜床，从山药的底下冒出了很多这个姑娘，就是类似于灯笼果的。因为这个菜床我之前种过姑娘，可能是种子掉进去了，这个不是我特意种的，但是自己长出来的，长得非常好。好了，咱们切入正题，先看看这个山药。叶子开始变黄枯萎，这大概只有1颗还是绿叶，剩下的这几颗都开始枯萎了。今天有的山药呢还是用管子种的，但是我的管子今年的坡度加大了，所以上半部分的管子就没有用上。待会儿挖的时候咱们看看是不是管子会不够长呢？旁边的这些叶子绿叶是地瓜，也就是红薯。红薯呢，现在也可以开始收获了，但是这些红薯的状态，如果让它继续长的话，看我们现在的天气吧，至少还可以再长个半个月左右。我们今天先来挖旁边的山药，如果触碰到红薯了，我们再顺便看看红薯怎么样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枝蔓发展的比较好的这根，上面还有绿色的叶子呢。这是山药的上半部分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个管子可以直接抬起来，这样就不用挖了，更方便。这就是用管子种的好处，挖掘的时候特别容易。如果不用管子，需要在地里刨很深，经常会把山药挖断。这是山药的须根，特别多啊，密密麻麻的在上面一层。我这样直接把管子提起来，方便多了，不需要任何工具，用手就可以挖。来看看这一根，上面这些呢，还是须根，真正的山药在下边。哦，这根不大，挺小的。这是第2根了，刚才挖的那一根，不知道怎么就视频没有录上。刚才那一根是这个的2倍的长。等一下，我把刚才那一根再拿出来看一下。再看接下来这一条管子里的。再来一个。哎，这个里面长得比较多，这个里面有2条，还有几根小的。再看最边上的这根管子里，这根管子里的好像都不大，但是却有好几根。这一颗跟前几颗应该不是同一个品种，因为我种的这些山药是2位朋友送给我的，他们送给我的有可能不是同一个品种的，所以长得长短、大小、形状可能都会不一样。这几根呢是管子里的收获，这根是最长的。这一颗结了2根，这一颗结了4根，有长有短的，大小不一。我们量下尺寸吧。最长的这一根有60多厘米。再测一下最短的这一根，30厘米。在管子里种最大的好处是特别的好挖，需要的土层也不深，长得也直。现在呢，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今年是怎么种的吧。大体的方法是和去年一样的，在肥料的配比上呢，我更改了一下，还有管子的斜放角度呢，调整了一下，比去年角度更大了一些。开始播种的时间呢，比去年提前了一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来具体的回顾一下我的种植方法吧。首先，山药什么时候开始种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温带气候的地方来说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因为如果温暖的季节时长不够的话，那么它就很难长出大的山药。像我去年就种晚了，所以长得很小。我今年呢是从9月14号开始催芽的，因为我位于南半球，所以9月份对于我们来说是春天。住在北半球的菜友们呢，如果想种的话，那么就把我的日期减去6个月，也就是3月中旬开始种就可以了。当然，种植时间也跟经纬度有关。那么春天来得早的地方呢，3月份种；春天来得特别晚，比较寒冷的地方呢，最晚5月份种。现在我来回顾一下给山药催芽的过程。这几个是朋友送的小山药，在室外的气温还比较冷的时候，为了能够给山药实现更长的生长时间，那么可以提前催芽。可以用一个有盖的盒子，这个是超市里买水果带的包装盒，这个盒底有孔，我垫了一个纸壳，防止沙土流失。然后就装入一些干净的沙子，我用的是种植时用来调节土壤土质的种植沙，如果没有，也可以用普通的种植育苗土，或者是干净的沙壤土。总之，用到的介质要求干净、疏松、透气就可以。然后就把小山药这样横着摆进去，然后再添上一些沙土，把山药覆盖住。厚度呢，大约2-3厘米厚就可以。然后将这些沙土用喷壶喷上一层水，注意不要用大量的水来浇，要用喷雾使沙土变得潮湿就可以了，不能水太多，水太多了会使山药的块茎发霉腐烂。然后把这个盒子放到温暖的地方，温度呢保持在18到25摄氏度之间是最好的。我放到了这个自制的小温室里，有散射光的地方。这个小温室在春天是我的育苗神器，各种菜苗和姜也是在这里催芽育苗的。温度呢，白天会到20到25度之间，晚上呢会稍凉一点，大概10到15度之间。过了9天，我来打开看看有没有开始生根。这根最大的已经开始有不少的小须根长出，把它放回去，继续催芽。这根小一些的也有须根长出。此时室外的气温还比较低，还不能种到土里，我把它放回去，我们要继续催芽几天。催芽的第22天，我们这里已经春暖花开。再来打开看看，须根更长了，但这都是次要的。最上部发出了主芽的芽点，你看这块小小的，虽然小，但是主芽发得非常好。这个前端长出了好几根主芽，这几根主芽才是最重要的。发芽到这种程度，外面的室温已经开始变暖，我们来播种到地里吧。今年我用的底肥呢，跟去年略有所不同，但主要的成分呢还是没有太大差别的。我今年用了牛粪和蚯蚓粪，记得去年用的是鸡粪配有机复合肥。其实这几种肥料呢都大同小异，最主要的就是有机肥料，并且富含氮磷钾及各种微量元素。并且这次配土的比例呢，我使用的是1半的种植土，加上1半的有机肥。这些肥料呢，我觉得是比较丰富了，因为在管子里种嘛，不像在地里直播，所以本身空间就比较小，那么就要让肥料更加有营养一些。有机肥和土按照比例加好之后，混合均匀。接下来再简单说说管子吧。这些管子呢，还是去年使用过的那几个，做一次可以年年都用。我用的是直径为10厘米的水槽管，每条的长度是1米，然后把它从中间劈开。这个直径的粗细啊，说实话，我觉得稍微有点窄了。如果你们能找到15厘米的最好。看到网上还有其他人用接雨的那种 U 型水槽，那种的容量应该能更大一些，所以对山药的发育应该能更好。
因此建议大家做的时候，如果能稍微比我这个粗一些的，就会更好。管子准备好了呢，就把它搭在菜床中。这个管子的倾斜角度呢，今年要比去年更大一些，因为我觉得更大一点的角度呢，能更加省空间。这个菜床我还能多有一点空间种别的。其次呢，是因为这个管子我们没有钻孔，如果角度坡度更大呢，排水性更好。介绍完管子呢，我们现在就把刚才配置的带底肥的土，放到管子中。用这些土把管子基本上铺平，然后就可以放上催好芽的山药了。山药的放置方向，发主芽的部分朝上，然后用土把它们都覆盖好，不用太深，盖住就好。然后我又倒了一桶种植土在上面，把斜的坡度填平。最后浇水。山药在生长过程中是比较怕涝的，所以浇水量一定要控制好，不能太多，不能有积水。这样山药就栽种好了。其实种山药非常简单，后续的打理呢也超级容易，基本上搭了架子让它攀爬之后就不用管了。今年我这个山药架子搭的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个铁丝网架子。具体的介绍呢，在另一篇的我今年搭的5种爬藤架中有详细的介绍，想知道的话欢迎观看。今天在本集里呢，我就不啰嗦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山药也长得非常健壮。我是10月6号栽种到地里的，经过了春天、夏天和半个秋天，历时6个半月，今天终于采收了。在我这里，平均气温能维持在18摄氏度以上的时候，就基本上能维持6个月的时间。所以山药呢，就只能长半年。如果是在更温暖的地区，那么山药是可以长更长时间的，也会长得更好、更大。而且山药是多年生的，在热带地区可以常年种植，长得会比我种的大很多。关于今年种的结果比去年满意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大。具体的原因呢，客观的分析一下，我想一个是因为在管子里种嘛，肯定没有地里的营养丰富。如果在地里种呢，可能根部的发育会更好，吸收的营养会更多。再一个呢，是我这里的天气也有关系，基本上今年要比往年提前将近1个月开始降温。再一个有可能跟品种也有关系，因为不同的品种，有的就是长得非常巨大的那种品种，有的呢，像铁棍山药就会很细。但到底我种的这2个品种是什么品种呢？我还不知道，因为朋友送我的时候，朋友也不知道。但是自己家吃嘛，无所谓品种了，总比像我们这里买不到，根本吃不着要强很多了。整体上我还算满意，至少今年有一点山药吃了。关于山药是怎么获取的？有不少人问我有没有山药卖啊，或者是山药嘴儿、山药种子卖。我没有，仅有的这一些呢，也是2位朋友送我的嘛。因为我们这里是很难买到新鲜的山药的，超市里有那种速冻的，但是速冻的是没法种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能买到山药，买1根新鲜的山药，你就可以把它截取成大概5厘米左右到5到10厘米的小段儿，然后把山药段儿直接种到土里就可以了。方法呢，就是切一段一段的这么长之后，把切口处蘸上草木灰或者是石灰粉。如果都没有的话，那就直接放到阴凉的干燥处把它晾干，大概1到2天就能干。然后就只要切口处不是黏黏的、滑滑的、湿的就可以。然后就把它像我开头种植山药嘴儿的方法进行催芽，或者是如果天气足够暖，就可以直接埋到土里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呢都能种出自己喜欢的健康有机蔬菜，充实你的爱好的同时，还丰富了家人的餐桌。对了，喜欢家庭种植的朋友，千万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哦！我每周都有家庭种植的影片更新等着您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种山药内容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